福儿，娘，怎么刚才不出去吃晚饭啊？又跟大武、小武斗气了？没有。那是过儿惹你不高兴了？娘，你不要总是过儿长过儿短的，我听烦了。现在是谁老是提起过儿？大武、小武？告诉娘，是不是很讨厌过儿？是啊，他总是仗着爹疼他，不可一世，那么自大。哼，你把他说的那么一无是处，那为何那天他离开桃花岛的时候，你对他那么依依不舍，还整日打探他在全真教里面的消息呢？人家那是可怜他，像他那样的人，我怎么可能把他放在心上呢？是吗？你这几句话，偏偏大武、小武还行。不过这也难怪啊，过儿他一表人才，聪明伶俐，比那哥俩是强了不少。你跟他在一起，自然是会开心一点。不过可惜了，他的性格又倔强又自负，要他像大武、小武那样对你千依百顺，我看是难了。而且啊，他的出身又不好。真是让人又欢喜又不甘心，又想放弃又舍不得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娘，你干嘛这样说？福儿，其实你喜欢谁呢，爹娘都没有意见，只不过你太任性了。别说过儿，我怕连大武、小武都被你吓跑了。他们敢？你的终身大事也不能勉强，顺其自然就好。对了，娘，你明日是不是要将帮主之位传给鲁长老？是啊，娘的身子是越来越不舒服了，卸下这个担子就可以轻松些。要是有人啊把你也给娶了去，那娘啊就更轻松了。娘，各位兄弟，从今日开始，我决定将丐帮帮主之位传给长老卢有角，不知大家可有异议？没有异议，没有异议。好，本帮主仅将帮主之位传给长老卢有角。这就是鲁帮主了。对，不是鲁帮主。各位兄弟，从今日开始，卢有角就是丐帮第20代帮主。从今往后，大家都要辅助鲁帮主光大本帮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现在，帮主接任仪式正式开始。啊，好戏上场了！这什么意思？哼，少见多怪了吧？闭上你的臭嘴！你瞧啊，这个啊是丐帮的规矩，所有新任的帮主都要经过这个吐口水仪式的。他们说啊，这样表示第一不要忘本，第二呢，作为乞丐终日行乞，要受到天人的侮辱，所以这个帮主就要先受到帮中兄弟的侮辱。鲁帮主请起。各位丐帮的兄弟，我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团结一致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兄弟们，在半年以前，我曾遇到过洪老帮主，洪老帮主有令叫我传达。那天啊，我在岭南遇到了洪老帮主。和洪老帮主啊喝了一顿酒，老帮主啊还是身体健忘，胃口好得很呐，这酒量还是和以前一样好啊。洪老帮主还说，如今天下大乱，蒙古人日渐南侵，蚕食我大宋天下，我的帮众务须心存忠义，誓死杀敌，立御外侮。誓死杀敌，立御外侮。大丈夫得如洪老前辈这般，方不枉在这世上走一遭。哎，你们怎么知道洪老帮主他已经不在人世了？
但看众人这等欢心，我又怎么忍心将洪老帮主逝世的讯息说出来？哎，你知道洪老帮主是谁吗？他就是洪七公洪老前辈。可惜啊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。各位兄弟，今天我们到此为止。这样，赶紧回去准备明日的英雄大会。好！别光吃菜，喝酒。我敬大家。来，各位，来，干杯！杨过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教授，多吃菜。你猜啊？你肚子里那么多鬼主意，我哪猜得出来呀？我在想呢，哇，英雄大会这么大的场面，我一个无名小卒竟然能参加，三生有幸了。我爹娘那是提携你，让你多见见大场面，免得日后出丑嘛。岂有此理！大哥，杨过这小子何德何能？师傅和师娘竟然让他做主家戏，你看他那乡巴佬的样子，真是失礼于人。哎，吃着吃着啊！哎，你们俩说什么呢？哎，没什么的。没有没有。各位大侠，多饮几杯。来，都吃菜吃菜。这次能见到几位英雄，三生有幸啊！大家静一静，听我郭某说几句。今日英雄齐聚，我郭某就实话实说了。现在蒙古南侵，形势危急。我召开今日这个英雄大会，就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好的良策，能使蒙古人不敢再犯我大宋江山。不错，说的是。所谓蛇无头不行。既然大家都各怀忠义，何不在今日这个大好的日子里，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武林盟主，一同统领群雄，抵抗外敌呢？好，不错。好，诸位英雄，当今武林高手，自来以东邪西毒、南帝北丐、中神通为首。中神通重阳真人已先去多年，东邪黄岛主独来独往。西毒非我辈中原汉人，南帝远在大理，都不是我大宋的百姓。这个对抗外敌的盟主，自然应该是我们的洪老前辈。不错，除了我们洪老前辈之外，敢问还有哪位高人武艺可以服众，品德可以服人呢？说得对，说得对，洪老前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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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英雄，各位英雄，只可惜我们洪老前辈一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若是到了抗敌之时，恐怕难以向他老人家请示啊。陆帮主，此事以陆某愚见，甚是简单。各位，我们可以推举出一位武林副盟主出来，待洪老帮主云游四海之时，我们就以副帮主马首是瞻。各位以为如何呀？对。各位英雄，郭靖郭大侠武功盖世，侠义为怀，这副盟主之位，非郭大侠莫属啊！郭大侠，郭大侠，郭大侠，郭大侠！各位英雄，我担当不起啊！各位，我真的担当不起啊！靖哥哥，静儿，邱道长，哟呵，这几个臭道士是来找我算账的吗？邱道长，我们在返回途中遇到了不速之客，看情形是奔英雄大会而来，事关重大，贫道只得中途返回告知于你，你得谨慎提防啊！是欧阳锋吗？不，是前几年闯重阳宫的蒙古人。原来是霍都。贵宾到了，怎么没人相迎啊？这英雄大会难道就是这样的待客之道？是吧？走，出去看看。走。霍都，既然来了，还不进去喝两杯啊？
郭大侠，终南山一别，别来无恙啊！各位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有请金轮国师。这位就是家师金轮国师，大蒙古第一御赤法师。师傅，让徒儿为您引荐。这一位正是当年做过我们大蒙古西征右军元帅、金刀驸马郭靖郭大侠，而这一位就是郭夫人，也就是丐帮的黄帮主。英雄大会本来是邀请天下英雄共同出席，但是今日阁下不请自来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今日我师徒未接到英雄帖，却来赴英雄大宴，厚着脸皮做了不速之客。但是想到在此能够得会众贤，却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咱们闲话少说，各位，依小王之见，今日天下英雄尽聚于此，需推举一位群雄的盟主，领袖武林，以为天下豪杰之长。各位以为如何？你来晚了，我们已经推举了丐帮的洪老帮主为群雄盟主，现在正在推举副盟主。阁下有何高见？洪七公早已归位，你推举一个鬼魂做盟主，以为我们都是死人吗？胡说八道！你这么说，是咒我们洪老帮主吗？好，洪七公既然未死，那你就把他叫出来，我们见上一面如何？哼，我们洪老帮主云游四海，漂泊不定。你想见他，有那么容易吗？就是。莫说洪七公生死难知，就算他现在好端端地站在这里，论武功德望，都不及我师父金轮国师。各位英雄请听了，当今武林盟主，除了家师金轮国师，再没人能够胜任。你要推举一个大家从未闻名、素不相识的什么金轮国师？倘若洪老帮主在此，还能与你师父决一雌雄。可惜他老人家四处周游，看来也没有时间和你师父较量。幸好他老人家和你师父都有弟子，不如今日就由这2位弟子互相较量，如何？也好，既然如此，霍都，你就跟洪七公的弟子比试一下吧。是，师父。败军之将何足言有？什么？当日在终南山的时候，他就是郭伯伯的手下败将，今日是他自找的。素闻丐帮有一个镇帮之宝，叫什么打狗棒法，是洪七公生前的绝技。小王不才，想以这把纸扇讨教一下。哼，他可真聪明啊！3言2语冠冕堂皇就避开了跟郭伯伯的正面交锋。但是我娘现在怀有身孕，怎么跟她比我？帮主的打狗棒法从来不乱用，你想试的话，好啊，那就试试他老人家的降龙18掌吧。记得当年与郭大侠在终南山上重阳宫中有过一面之缘，当日郭大侠自称是全真教的门徒，今日怎么又斗胆冒认是洪七公前辈的门徒呢？更何况今日是天下推举武林盟主之争，也是家师金轮国师和洪老前辈之争。郭大侠武功高强，但身兼数门，如若由郭大侠出手，恐怕不会展现洪老前辈的真正本领吧。混账！你别在这推三推四的，有种你就和郭大侠较量较量。你们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天下英雄大会吗？我看不过如此啊。师父，我看我们还是走吧。如果不幸您做了这群酒囊饭袋之首，我怕会影响了您的威名。等等，在下
乃是丐帮新任帮主鲁有角，打狗棒法实属初学，本来今天不宜使用。你若非要较量的话，那么在下也只好献丑了。好，小王就领教一下你的镇邦之宝——打狗棒法。这打狗棒法果真名不虚传。可惜了，打狗棒法如此精妙，难道你就会干？可能他只想以此壮声是吧？闭嘴！蓉儿，这打狗棒法虽然精妙，但鲁帮主初学，难免会吃亏的。鲁帮主，没事吧？鲁帮主，你没事吧？鲁帮主，快扶鲁帮主进去。丐帮的打狗棒法也不过如此。洪帮主，打狗棒我已还于你，如果不服，你可以和我过上几招。岂有此理！我师母乃千金之体，怎么会跟你这种卑鄙小人动手？不错，先打一顿出去再说。大武小武休得无礼，退下。天下英雄今日尽聚于此，姑且我们可以比试3场，连赢2场者便能赢得武林盟主之位。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好，比就比。好，你们就去决定备战的人选。小王在这里等着。真是岂有此理！这帮蒙古人如此咄咄逼人，看来今日这一战是不可避免了。黄师妹，以你之见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对方众人之中，武功最高的应该是金轮国师。至于霍都和达尔巴，全真教的几位道长跟靖哥哥都跟他们较量过，至少我们知道他们的虚实。可你现在身体不适，这儿武功最高的是朱师兄、邱道长还有我。霍都功夫不弱，他的师兄更应该在他之上，而那个金轮国师，我都没有必胜的把握。那倒未必，我反而有必胜的把握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朱师兄，你还记不记得《孙子兵法》当中有这样几句话：“今以君之下嗣与彼上嗣。”去君上嗣与彼中嗣，去君中嗣与彼下嗣。什么上嗣下嗣的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吴师兄，这几句话是有典故的。话说当年齐国大将军田忌要跟齐王赛马，孙膑就教了他一个必胜的办法，就是以下等马斗齐王的上等马，以中等马斗齐王的下等马，再以上等马斗齐王的中等马。结果3局2胜，赢了齐王。我明白了，让朱师兄出战霍都，以他的一阳指，一定可以战胜霍都。而我出战他的师兄达尔巴，以我的功力也有必胜的把握。可是，让邱道长出战金轮国师的话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静儿，此事关系着中原武林的毁誉与尊严，贫道又何惜此命啊！道长，靖哥哥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我们赢了前面2局，那第3局就不用比了。邱道长又怎么会有危险呢？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爹娘，不得了了！怎么了？大武、小武跟那个霍都打起来了。什么？哎，废物！大武、小武还不退下！师傅，你们2个真是太鲁莽了，小心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请郭大侠放心，小王与2位高徒只是纯属比试，小王绝不会认真的。对了，刚才你们商议甚久，不知有没有选定好比武的人选？我们已经定好了比武的人选，不知你们是谁先比试呢？小王武功最差，自然是由小王先上，其次是小王的师兄达尔巴，最后是家师金轮国师。你们的顺序不会变了吧？小王一向一言九鼎，绝不反悔。
既然如此，第一场比试就由晚生来领教领教。晚生姓朱，名子柳，生平喜好吟诗作对，饱读诗书。不过武功非常粗浅，还请阁下多多包涵。姑姑，过儿，过儿，姑姑，你朝思暮想的小美女来了，您老还不上去诉诉衷肠啊？啊？姑姑，你去哪里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找到你好辛苦啊？我也一直在找你啊，我好想你啊，过儿。我也好想你。姑姑，这次你不会撇下过儿一个人走了吧？我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，以后你去哪里，过儿就跟到哪里。过儿死都不离开你了，好吗？我也不想离开你啊。你们要聊就到一边去，我们还要比试呢。姑姑，我们不要理他们，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单独聊。嗯。你有吧，你有吧。姑姑，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我想你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你了。我本来打算留在古墓，这辈子都不见你。啊？你又跑回古墓了？嗯。哎呀，我真是蠢呐！我还到处去找你呢，我没想到原来你又回古墓了。对啊，你真是蠢，这都想不到。我回到古墓去以后，躺在寒衣床上练功，可是我却想到过儿曾经在那边睡过，还有我们生活的点滴。我好想你，我就出来找你了。我出来找你，头发乱了我也不管，反正你不在，别人看我也不理。找不到你，我就一直哭。你也不好，都不出来找我，也不安慰我。是，过儿是不好。姑姑，你打过儿几下吧，就当是惩罚，好不好？来，打死这个该死的！姑姑，你笑起来还是那么美。你怎么还叫我姑姑啊？我叫习惯了嘛，嘴上一直叫姑姑，但是在我心里呢，我早就已经把你当做我媳妇儿了。我也喜欢当你的媳妇儿。那你要一生一世都做我的媳妇儿啊？那当然了，当然要做一生一世的，难不成做1-2天啊？你要是敢变心，我就杀了你。那你放心吧，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变心的。对了，姑姑，李莫愁那个坏人呢，他经常会挑拨离间的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。嗯。娘，朱师伯在那画来画去的，是什么武功？他是画书法为招式，他正在写字呢。写字？可是我看了这么久，看不出来他写的是什么字啊。他写的是小篆，你平时就懒得读书写字，自然是看不明白。现在他又是在写什么字体啊？他现在写的是张旭的《狂草》。狂草，狂草抖3抖，神仙看不懂。
师傅，承让，承让。师弟，这是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岂有此理！你暗箭伤人，卑鄙！笑话！比武之前又没有说不允许用暗器。如果刚才被暗器所伤的是小王，小王也一定会认输的。住嘴！朱师兄，暗器有毒，我先封你穴道，防止毒发。来，来，师叔。郭大侠，现在被这个蒙古人反败为胜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好，第一场比武由小王侥幸胜出，第二场比武由小王的师兄达尔巴来出战。不知道哪一位英雄敢来领教呢？来呀！靖哥哥，我们已经输了一场，剩下2场绝对不能输。金龙国师就由你来对付，这个达尔巴由我来吧。哎，那怎么行呢？你身体不适，不宜出战。是啊，娘，万一动了胎气怎么办？郭夫人，这个蒙古人打伤我师弟，这场我来。现在情况紧急，也只能如此了。吴师兄，你千万要小心。姑姑啊，你那么久没有见到过儿，你看你都瘦了。当然了，因为想你嘛。那你呢？一天想我几次啊？每天都有想你啊，每天最少200次。才200次啊？不够，我要300次。300次也不够，我上午200次，中午200次，下午想你200次，晚上想你200次。每天晚上梦里呢，都梦到你，亲吻你美丽的额头、美丽的眼睛、美丽的脸蛋。那到底是几次啊？就好多好多次。我也要我的梦里全都是过儿。姑姑你真好。嗯。哇，谁呀？你知不知道吓到我姑姑了？啊？武伯伯，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各位，我们已经在3场比武之中先后赢得了2场。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这武林盟主要由家师来担当。哪个王八蛋干的好事啊？是不是你啊？你知不知道吓到我姑姑了？是我，你想怎么样？过来跟我姑姑磕10个响头！小畜生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放狗屁啊？小畜生叫谁呀？小畜生叫你呢！啊，叫我干嘛啊？臭小子，你最好赶紧给我滚，否则别怪小王对你不客气。臭小子又在叫谁呀？臭小子叫。郭大侠，我们有言在先，能赢2场者为胜。现在我们已经赢了2场，难道你们这些中原之士都是一些出尔反尔、言而无信、浪得虚名的小人吗？你们今天的武林大会是不是都是徒弟代表师傅出战呢？不错，我们已经赢了2场，所以这个武林盟主之位理应由家师来当。哈，我知道你们已经赢2场了，可是你们还没有赢我们呢，你还没有赢我师傅的徒弟呢。你师傅的徒弟是谁啊？你傻呀！我师傅的徒弟当然就是我喽。你什么你呀？现在开始算了啊，3局2胜，谁要赢的话，谁是武林盟主。我师傅赢了的话，我师傅就是武林盟主。混账！比完一次又一次，你们仗着人多势众，那比到什么时候才是结束啊？你以为我想要这个武林盟主啊？我根本就不稀罕，谁让我师傅看你不爽呢？你师傅是谁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你往这儿看。他怎么样？漂亮吧？臭小子，你敢戏弄本王，本王要你的小命！来呀！打狗棒法，蓉儿，你什么时候教给过儿打狗棒法的？打狗棒法是不会外传的，我怎么可能教他呢？真是奇怪。嗯，过儿，你不用跟他客气，跟他来真的吧。
反正他也不是你的对手。嘿，有没有勇气跟我打呀？好，那我就请各位在场的英雄作证。今天我要取这个臭小子的性命，完全是他咎由自取，与人无有。哼，好，那就请在场的所有英雄好汉为小王做个见证。今天小王就要这个臭小子的命，是他咎由自取，与人无有啊！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孤儿累不累啊？不累。过儿，你过来。鲁帮主，打狗棒拿来。好。这打狗呢，就得用打狗棒。丐帮的信物暂时借你一用，打完狗必须还之。是郭伯母。还有，逼他交出解药，替我们出口气。嗯。喂，还打不打？说什么呢你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白白跟你打的。要不然的话呢，咱们就赌点什么吧。好，如果你打输了，就跪在本王爷的面前磕3个响头，叫爷爷。叫什么？叫爷爷。哎，乖孙。臭小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只要我赢的话呢，你就一定要交出解药。我能输给你？别妄想了！哼！嗯，哼哼，嗯。臭小子，说，你师父到底是谁？你是不是聋的？我说了800多次了，他呀就是我师父。3局2胜，我们已经赢了2场了。武林盟主是我师父的了吧？一个黄毛丫头，怎么可以坐上这武林盟主之位？既然你这么想跟我打，我就陪你打2招。好啊，如果你接不到我10招，又当如何？接不了就接不了，又应当如何？姑姑，万事要小心啊。嗯。哼，蓉儿，这姑娘年纪轻轻，恐怕不是金轮国师的对手啊。既然过儿能让她上场，我看这位姑娘的功夫应该在过儿之上。喂，已经超过10招了，你还打？靖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中原武林人士真是卑鄙，以多欺少，贫僧今天无话可说。王帮主，郭大侠，后会有期。大师内功精湛，郭某深表佩服。先让你师叔服2颗9花玉露丸。是。朱师兄服下2颗9花玉露丸，毒性暂时不会发作。龙姑娘，这次多亏你们帮忙，
才保全我们中原武林人士的颜面。过儿，你的武功是跟谁学的？我的武功都是跟姑姑学的。你不信啊？啊，蓉儿，龙姑娘和过儿的功夫的确是一路的。过儿向来狡猾，倒是这个龙姑娘是绝对不会说谎的。龙姑娘，过儿的功夫真的是你教的吗？对啊，您觉得如何？教得好。那不知你的师傅是谁呀？师傅已经过世了，还没请教尊师高姓大名啊？师傅就是师傅啊。哎呀，郭夫人，武林中人讳言师门真情也属常事，你就不要再问了啊！这宾客们都还等着呢。吴师兄说的对，大家入席吧。走啊，姑姑。你相不相信，他们真的是师徒关系？哼，师不师徒不徒的，我看他们更像情侣。来，请。各位英雄，今天多亏了杨兄弟和龙女侠出手相助，才使得蒙古人的阴谋未能得逞。我提议，大家一同敬他们2位一杯，如何呀？好。杨兄弟，请坐。坐。姑姑坐。蓉儿，之前你说过儿人品不正，武功不济，配不上福儿，现在怎么说？这次他为中原武林立下如此战功，就算之前有什么过错，那也是功大于过呀。这次是我看走眼了，过儿人品武功都好，我喜欢得很。那我之前跟你说的事情，你看怎么样？靖哥哥，你做主吧。来，姑姑。龙姑娘，龙姑娘，我跟过儿他爹有8拜之交，我们2家世代交好。我单有1女，这相貌和武功都还过得去，所以我们想把女儿许配给过儿。他父母双亡，这事儿还得你来做主。我想趁着今日群雄俱在，来个喜上加喜，请2位前辈主持大局，把这亲事定了，你看如何？郭伯伯，你的大恩大德，过儿铭记在心。但是过儿出身贫寒，实在配不上令千金，还请郭伯伯收回成命啊！哎呀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不用这么自谦嘛。不是啊，郭伯伯，你吩咐我做什么呢？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愿意去做的。可是唯独婚姻这件大事，恕过儿难以从命啊。这杨过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姑父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嫁给你这种不可一世的人。福儿，福儿，过儿，龙姑娘确实是你的师傅吗？是啊。你们磕过头，行过大礼了吗？当然了。靖哥哥，福儿还小，婚姻大事不必着急。今日是群英聚会，我们还是商讨选举盟主要紧，儿女私情暂时搁在一边吧。蓉儿，我差点以私废公。那龙姑娘，过儿和福儿的婚事以后再说吧。我自己要嫁给过儿，他不会娶你女儿的。你说什么？这龙姑娘，你刚才不是说杨兄弟是你的徒弟吗？是啊，我之前是教过过儿武功，但现在过儿的武功已经和我不相上下。我心里喜欢他，我不要做他的师傅，我要当他的妻子。原本我以为过儿不喜欢我，我难过的想死。但现在我知道了，过儿是真心真意喜欢我的。姑姑，你放心好了，过儿一生一世都会爱你一个人，我一定要娶你为妻。过儿，我们走吧。哎，龙姑娘，龙姑娘，你等等，你是武林盟主，众望所属，此事还需三思啊。我不想当什么武林盟主，你喜欢当，你当好了。你当真要让的话，那也应该让给洪老帮主。反正我不做。过儿，我们走吧。走了。站住！杨过，你欺师灭祖，已然令我痛心。
今天你还敢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！赵某身为一个正派人士，断不能容你！赵志敬，我不想在那么多人面前让你出丑，赶紧给我走！郑师弟，来，你来给大家介绍介绍。那天晚上，他和小龙女赤身露体，不要说了，你别拉我，沐天席地呀！他们俩还是师徒。你答应过我，也保证过不会让第5个人知道这件事情。对啊，我没有违背我的承诺啊，我没有让第5个人知道。这里有第6个人、第7个人，有100多人，全江湖的人都会知道。师兄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杨过、龙姑娘，赵志敬他违反誓言，就连贫道也甚感脸红。可是，龙姑娘，你作为武林盟主，竟然轻易出手伤人，总得给个交代吧？过儿，你怎么是非不分呢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还是我帮你取的？我知道，人谁无过呀？过儿改之，善莫大焉。要是你知错不改，岂不是辜负我对你一片苦心啊？郭伯伯，如果过儿真的错了的话，过儿一定改。但是我跟我师父相敬相爱，我没有觉得我哪儿错。花开花落，无限寂寞，思念太辽阔，谁对谁错，都只是经过。我们走。等等，杨过、龙姑娘，赵志敬他违反誓言，就连贫道也甚感脸红。可是，龙姑娘，你作为武林盟主，竟然轻易出手伤人，总得给个交代吧？过儿，你怎么是非不分呢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还是我帮你取的？我知道，人谁无过呀？过儿改之，善莫大焉。要是你知错不改，岂不是辜负我对你一片苦心啊？郭伯伯，如果过儿真的错了的话，过儿一定改。但是我跟我师父相敬相爱，我没有觉得我哪儿错。你郭伯伯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们干嘛都这么看着我？我真的不知道我错在哪儿。龙姑娘是你的师傅，那她就是你的长辈，你们2个不可以有儿女私情的。那你知不知道我跟我姑姑是真心相爱？我告诉你，无论如何，今生今世我娶我姑姑娶定了。要娶你师父为妻，那就是大逆不道。郭伯伯，我没有想到，原来你也跟我这么说话。好，你现在如果看过儿不爽不顺眼的话，你一掌打死我。我视你为己出，我宁可一掌打死你，我也不想看着你犯错。来啊，你！靖哥哥，靖哥哥。我不想再看见你。好自为之吧。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走。哎，姑姑啊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回古墓去吧。回古墓？对啊，这里虽然很繁华，但是到处都是不讲理的人，不如在古墓里逍遥自在。说的也是，能在古墓里和姑姑厮守一辈子，过儿死而无憾。你真这么觉得？想来就很好。从前在古墓里头呢，就天天向往着外面的花花世界。哎，可是真到外面去转了一圈，发现还是古墓里清静的生活好。外面那些人整天就知道说三道四。不说这些了，我不爱听。姑姑不爱听，过儿不说了。哎，姑姑，你觉得今天那个什么什么国师他武功怎么样啊？今天那个金轮国师的武功真的很厉害，如果不是你不顾性命的救我，恐怕我也难以抵挡。哼，我才不这么想呢。姑姑，你是菩萨转世吗？那个金轮银轮能奈你何呢？如果我们在古墓里再勤加苦练的话，那个金轮国师一定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嗯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
我们进到古墓之后就不用出来了，也不用跟他打了。哥儿，《玉女心经》第7篇我们始终没有练成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，我们拆来拆去就是不成，总感觉好像缺少点什么似的。本来我也想不明白的，但是今天见到丘处机的宝剑抖了几下，让我想起了一件事。是什么？全真教武功跟《玉女心经》同时使用，才是第7篇的真正意图。可是祖师婆婆的《玉女心经》不是专门为了克制全真教剑法的吗？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自从跟你分别以后，我终于明白祖师婆婆的心意。是什么？我跟你才几天不见，已经想你想得要死。祖师婆婆跟王重阳几10年不见，那又是怎样的想念呢？所以当他写到第7篇的时候，是希望他和王重阳2个人，一个使玉女剑法，一个使全真剑法，2个人相互应援，分进合击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不如试试让我使玉女剑法，你使全真剑法，我们练练看。好啊。杨过那小子实在太不识抬举了，师傅将福妹许配于他，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没想到竟然还当面拒婚，简直岂有此理！大哥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当然了，还有，要是给那些江湖上的好事之徒宣扬出去，说福妹你强迫杨过结婚，到时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哎，真不知道那姓杨的有什么好的。师妹，你这如花似玉的美人嫁给杨过，简直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。就是。杨过，我要跟你算账。福妹，福妹，我警告你们啊，不许跟来，也不许跟我爹提起，否则我再也不理你们了。杨过，我饶不了你。哇，没想到这套剑法果然很神奇，攻守兼备，有一种合二为一的感觉。这套相互应援的剑法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。横竖无事，反正我们练练无妨。杨过，郭姑娘有事吗？我找的是杨过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又想怎么样啊？你3番4次的折辱于我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我什么时候折辱于你了？从小到大，你事事都针对我，我说向东，你就一定向西，有哪件事情是顺我意的？你还说没有折辱于我？这就叫折辱于你啊？还有啊，英雄大会那天，你当众拒婚，我真的就那么讨厌吗？那件事情不好意思啊，当时我是情势所逼啊。不过我……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真的要娶这位姓龙的女子为妻啊？是啊。可是她是你师傅，你不怕天下人耻笑你吗？还有你呀，你怎么这么不知廉耻？退后，退后！我告诉你啊，不要侮辱我姑姑。杨过，你无可救药了！我要擦亮眼睛看看，你到底怎么身败名裂，怎么遗臭万年？遗臭万年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臭了，我都不会臭。过儿，为什么大家都不让我们在一起呢？姑姑，他一向都是这么蛮不讲理的，你不要管他了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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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？我恨死你了！恨死你了！恨死你了！
郭大小姐，为何一个人在这儿如此伤心呢？福儿去找过儿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是福妹不让我们告诉你们呢。胡闹，简直就是胡闹！福儿她这么冲动，要是万一……靖哥哥，过儿的武功比福儿强出许多，他应该没事。我倒是很担心福儿，他一个人在外面会很危险的。那蓉儿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你在这主持英雄大会，我带大武、小武去找福儿。那好，千万要小心。我们走。小二来了，来壶茶。好嘞。师娘，你说福妹到底会跑哪儿去呢？这孩子。哎，师娘，你看，过儿，过儿，郭伯母，过儿，龙姑娘，在这碰见你们真是太好了。有没有见过福儿？郭福，我今天早上还见过他。怎么了？他没回归云山庄吗？难道福儿真的出了什么事？黄帮主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娘，救我！黄帮主，这是你的女儿吧？就在前几日，我还看见你的宝贝女儿依偎在你的怀里撒娇，好生的幸福啊！你枉为一派宗师，比武不胜，却欺负人家年轻姑娘，你羞不羞啊？前日比武，你们输了，可你们呢？节外生枝，有损江湖道义。只要你拿出毒针的解药，我们可以再选个日子比武一场，来决定中原武林盟主的人选。你先把福妹放了，我们立即送上解药。比武之事，慢慢商量也不迟。解药在杨过身上，贸然答应对方，真是太鲁莽了。黄帮主，为毒暗器，天下不止你们一家。你们用毒针伤害了我的徒弟。难道我就不可以在你的女儿身上钉下几根毒钉吗？你给我解药，我替她疗伤。说到放人，没那么容易。你，黄帮主，你跟我们一起去蒙古吧。你，哎，师娘，师娘没事吧？快坐。黄帮主，你不要怕。你是中原武林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到了蒙古之后，我们会好好的款待于你。等武林盟主确定之后，我们再保护你回到中原。你等，跳窗逃走，快去找你们的师傅来！快走啊，听话，快走！你们两个跟着黄帮主一起去蒙古吧。郭伯伯、郭伯母不许我和姑姑相好，未免多事。但是他们对我实无恶意。今日郭伯母有难，我如何能一走了之呢？但是敌人太强，我与姑姑齐上也绝不是这和尚的敌手。反正救不了郭伯母，又何必将自己和姑姑的性命赔上呢？哎，不如去禀报郭伯伯，让他率人来救。哎，你看我干嘛？两位，倘若不是跟黄帮主一道，还请自便。你们的武功还算不错，好好的保重。再过10-20年，说不定中原武林当中没有对手。不过现在不行。哼，你们走吧。嘿，有道理，走。喂，杨过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竟然见死不救！难道你忘了以前我爹爹是怎么待你的？你赶快去找我爹来！救我！糟糕，你这个笨蛋！说的也是，如果你们两个走了，会有些麻烦。算了，都留下来吧。哼，国师大人，你要的解药呢？我有，他们没有。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，你把他们都给放了，把我给留下来。再说了，你堂堂国师嘛，留那么多女人在身边不方便，是不是？小子，废话太多。哼，哼。
娘，咱们先走吧。你身体不适，须得保重啊。练武之人不讲侠义二字，练武还有何用？过儿比起你们真是胜过100倍。没错，你们两个真没用。我们还得下去安排。我去帮忙，站住！就你这点本事，去了也是天乱。那怎么办呀？先看看情况，再想对策。过儿，接着！过儿，想不到我们双剑合璧威力这么大。天下之大，果然能人辈出。似这等匪夷所思的剑法，我在蒙古怎么会想得到？我井底之蛙，太小看天下英雄了。后会有期。过儿他们能胜，全凭了这一套奇妙的剑法。今日若放了他，日后再想要除去可就难了。除恶务尽，过儿，你不能放过他。王帮主，你要除恶务尽，你可以亲自与我动手过几招啊！哎，你还想不想救你徒弟呀？想啊。果然有气度，与众不同。这是给那书呆子的解药，后会有期。郭伯母，解药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福儿，还不快谢救命之恩？叫我谢他。哎，不用那么客气了。既然金轮国师已经走了，我也打算告辞了。你打算去哪儿啊？我现在只想跟我姑姑在一起，找个渺无人迹的地方一起隐居。您放心，一定不会影响到你还有郭伯伯的声誉。过儿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救了福儿一命。况且现在时辰也不早了，我们找个客栈寄宿一晚，明天再走，好不好？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我们走。龙姑娘，郭夫人，你有恩于我们郭家，这根簪子代表我的心意，希望你能收下。这根簪子好漂亮，那我帮你戴上。谢谢。真好看。哎，若非他与过儿有师徒之分，两人却是一对璧人。龙姑娘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你很喜欢过儿，是不是啊？喜欢啊。但你们为什么都不许我跟他在一起呢？这个世上呢，有很多事情是你不明白的。你们两个要是结为了夫妻，他们都会瞧不起你。瞧不起我？那有什么关系？那过儿呢？他们也会瞧不起过儿。过儿一辈子都会跟我住在谁都看不见的地方，快快乐乐的，理别人干嘛？你说谁都看不见的地方？那是一座很大的古墓，我从小就住在那儿。那难道你们以后一辈子都住在古墓里面，再也不出来了？对啊，外面坏人那么多，出来干嘛？你们人虽好，但是想法有点古怪。可是过儿，他从小就在外边东飘西荡，你要是让他永远住在古墓里面，再也不出来了，你就不怕他会觉得闷啊？有我陪他，他不会闷的。起初自然是不会烦闷，那时间久了呢，他就会想念外面的花花世界，到时候不能出那座古墓，他不就觉得烦闷啦？
山下的生活可好玩了。山下呢，有你永远都吃不完的美食，还有你永远都想不到的新奇玩意儿。我想起来我就，嘿呦！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问过儿。龙姑娘，哎呀，不知道过儿会怎么说。姑姑，我把所有的水和干粮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走了。过儿，我问你，你跟我在一起会不会有烦恼？会不会厌倦我？姑姑，你怎么又问这种问题？过儿不是说过吗？能和姑姑在一起，永远都是欢喜不尽。直到我们都老了，牙齿都掉光了，头发都白了，我们还是要欢欢喜喜，厮守不离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我们睡吧。好。睡吧。哎，姑姑啊，郭伯母说让你今天晚上跟他们母女一块睡，让我跟武氏兄弟一块睡啊。为什么要他们陪你睡？我要跟你一起睡。糟糕，他师徒俩果然已经做了苟且之事。赵志敬的话并非虚假。这二人虽然同事，却相守以礼，所作所为大异常人，真是让人难以理解。娘，师娘，师娘，大武、小武，你们再去药监房，不要跟过儿一起睡了。是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不关你事。哼，我知道为什么。他们两个师不师，徒不徒，狗男女同在一房睡。大武，你不干不净的，在说些什么呢？哎呀，师娘，你也太好心了吧！管他们干什么？我们两个呀，是绝对不会搭理他的。今日他们二人救了咱们的性命，那可是大恩。我倒宁可叫金轮国师杀了，也不愿受这些畜生一般之人的恩惠。闭嘴！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回去！滚啊！我们走吧。过儿，为什么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们就成了畜生，狗男女？武家那俩兄弟啊，永远都改不了那德行。我现在都懒得跟他们计较了。咱们快点睡吧，姑姑。过儿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需真心答我。你和我住在古墓之中，你可会想念外面的花花世界？如果要你一辈子住在古墓里面，你会不会觉得闷？会不会觉得不开心？我能与姑姑你厮守终身，当真是快活胜过神仙。但在冷冰冰、黑沉沉的古墓之中，纵然过了10年、20年，人不厌倦，那住了30年、40年的，我如果顺口说一句，绝不气闷，说起来很容易啊。但是我对姑姑你一片至诚，我是真的没有考虑清楚，我怎么能随便来骗你？如果我们气闷了、心烦了，那就一起出来呗。好了，姑姑，也不早了，明天还要赶路呢，我们赶快睡吧，啊！要娶你师父为妻，那就是大逆不道。你现在如果看过儿不爽不顺眼的话，你一掌打死我！我视你为己出，我宁可一掌打死你，我也不想看着你犯错。来啊，你！靖哥哥，靖哥哥，你们两个要是结为了夫妻，他们都会瞧不起你的。杨过，你无可救药了！我要擦亮眼睛看看，你到底怎么身败名裂，怎么遗臭万年！郭夫人的话倒非骗我，将来她终究会气闷，要出墓了。那时人人都瞧她不起，她做人有何乐趣？我和她好，不知何以旁人要轻贱于她。想来我是个坏女子。我喜欢她，疼爱她，要了我的性命也行。可是这般反而害得她不快活。
那他还是不娶我的好。那日晚上在终南山巅，他不肯答应要我做他媳妇儿，想来就是这个原因吧。姑姑，姑姑，你自己保重，记着我时别烧血。姑姑，杨过，我姑姑呢？我跟你说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姑姑啊？没有啊，她不见了。糟了，找不到她了。你姑姑有手有脚，能走能跑，不见了也不奇怪啊。也许她想通了就走了呗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对她说了什么？要不然她怎么会无缘无故就走了？你太过分了！我本来是来跟你道歉的，你居然冤枉我！姑姑，干什么？对不起，认错人了。师傅，怎么就他一个人？姓龙的那个女子呢？哎，大叔啊，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身穿白衣、面容很清秀的姑娘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哦，看来他们两个走散了。师傅，以杨过一个人的功力，根本就不是师傅的对手。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大好机会啊！杨过是我的心腹大患，我早晚都要除掉他。可现在最重要的是对付黄蓉，他身边没有那两个人保护，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机会。师傅，好计谋。我们走。姑姑何以又生我的气？我怎么又得罪她了？可姑姑那么喜欢，不像是生我的气啊。哦，我说在古墓之中会日久生厌，她一定以为我不愿与她长相厮守。福儿，祖辈，金轮国师，快放了他，不然我们两个对你不客气。就凭你们两个，伯夫人。识相的话，跟贫僧走吧。臭和尚，你识相的话就把我放了。别动！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爹虽然武功盖世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娘，福儿，快走！这么多岔路，我们怎么走啊？怎么办？金轮国师很快就会追来了。这分岔路越多，对我们越有利。不错，这个石林确实是我们藏身的好地方，我们得赶紧走。大武、小武，师娘，明白吗？快去吧。走。娘，现在怎么办呀？这里的分岔路纵横交错，难辨方向，是最佳的天然屏障。我想金轮国师没有那么快找到我们。那个金轮国师真不要脸，知道杨过的师傅走了，所以才回来抓我们。过儿，龙姑娘呢？我姑姑不辞而别了。我也正想找他呢。对了，你怎么会懂丐帮的打狗棒法呢？我记得上次你打退霍都，用的都是丐帮的正宗打狗棒法，只不过你的打狗棒法只有招式，并无内涵。实不相瞒，郭伯母，其实这打狗棒法是洪老前辈教我的，但是洪老前辈说打狗棒法不传外人，所以只教了我招式，并没有教我口诀心法。你见过他老人家？他现在在哪里啊？当日我在华山之巅。
巧遇洪老前辈，我义父正要和他论武功，在机缘巧合之下，就学会了这套打狗棒法。但是不幸的是，洪老前辈在跟我义父的比斗当中，不幸去世了。你说他老人家已经仙逝了？靖哥哥得知恩师仙逝，必定悲伤至极。如若此刻将此事公告武林，必定让我辈徒增伤悲，没法振奋迎战外敌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躲过金轮国师。金轮国师，他早晚会找到我们，而我又身受内伤。你们这几个人当中，以你的武功最强，悟性最高。我决定，现在就把打鼓棒法的口诀跟心法传授给你。郭伯母，你终于肯教我功夫了。福儿，你在这守着，你跟我来。棒回掠地施妙手，横打双拳莫回头，狗急跳墙又如何？哎，我怎么又回到这里了？怎么了，福儿？我听到那边有打斗的声音，会不会是金轮国师追过来了？快去看看。哼，郭夫人，咱们真是有缘呢，又见面了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是娘，福儿，你跟大武小我先走。快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们一起走。过来。弹指神通，快走！我们走。我不行。娘，你怎么样了？小心点。郭姑娘，你快扶郭夫人坐一会儿。来，师娘，慢点。姑娘，谢谢你每次都出手相救。先别说那么多话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个地方好好养伤。福妹，还是赶紧送师娘回归云山庄吧。杨过，你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。你们扶郭伯母回去，我要找我姑姑。你还找什么姑姑呀？你现在就剩半条命了，你还是跟我们回去，让我爹替你疗伤吧。我这条贱命没那么容易死，劳烦郭姑娘关心。福妹，人家都不领你的情，不要勉强人家了。是啊，福妹，还是师娘身体要紧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杨过，你真不跟我们走？郭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杨大哥的。哎呀，走吧。师娘，来。杨大哥，我们走吧。杨大哥，杨大哥，你醒醒啊！杨大哥。
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。蓉儿，好些了吧？娘，没事吧？你爹给我用功疗伤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这次你受伤不轻，而且身怀6甲，一定要多休息才行啊。放心吧，靖哥哥。那个金轮国师真可恶，爹，你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，替娘出口气。还说呢，要不是你肆意妄为跑出去，让金轮国师有机可乘，你娘会受这么重的伤吗？现在孤儿生死不明，要是万一出什么事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哎，对了，你怎么没把孤儿一起带回来？娘，明明是他不肯跟我们回来，这关我什么事啊？还要顶嘴？好了，靖哥哥，这事儿也不能怪福儿，孤儿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相信他吉人自有天相，应该会没事的。现在一定要想办法把孤儿找回来才行。哎呀，福儿，哎呀，福儿，你这么急急忙忙把鲁叔叔叫出来，有什么急事吗？鲁叔叔，我托你找杨过找了这么多天，你有没有消息啊？我已经派出我们丐帮所有弟子到处去寻找了，不过到现在还是没有消息啊。啊，都说丐帮是天下第一帮，弟子遍布大江南北，这么多人找一个杨过都找不到，真是没用。福儿，外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哎呀，鲁有脚拜见黄岛主。不用客气，我这个外孙女啊，从小就被他娘宠坏了，你不要见怪。我哪有被宠坏啊？你爹跟你娘呢？外公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娘她受伤了。你娘受伤了？嗯。你爹这臭小子怎么搞的？蓉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娘，你好点没有啊？好多了。岳父大人，多亏你内力深厚，蓉儿才能好得这么快。是啊，爹，你的先天罡气可是越来越厉害了。行了，你们两个不用一个劲儿的给我拍马屁，我只想知道，谁这么大胆，打伤我的宝贝女儿？外公，是金轮国师那个秃驴。嗯，他是个什么人物？原来蒙古有金轮国师这样一位高手，有机会，老夫倒想会会他。那天幸亏有过儿和龙姑娘相助，要不然被那个金轮国师当上武林盟主的话，我们中原武林可是丢尽了脸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真没想到，杨康会生一个这么了不起的儿子。只可惜过儿行事偏激，希望他能早点回头，免得酿成大错。泥古不化的蠢材，我哪有什么是非对错？老夫偏觉得他与众不同。可是他想娶自己的师傅啊！怎么，徒弟就不能娶师傅了吗？岳父大人，靖哥哥，靖哥哥，爹，说到做事出人意表，行事古怪，这世上除了爹，还会有第二个人比你强吗？蓉儿，你这话好像别有深意吧？哪有？女儿恭喜爹又收了一个出色的小徒儿。姑姑，你是怎么知道时空又收了一个好徒儿？那天我们被金轮国师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有个姑娘用弹指神通救了我们。我听福儿说，那个姑娘还用桃花岛的功夫打退过李莫愁。会用桃花岛功夫的人，除了爹的传人，还会有谁呀？蓉儿果然聪明，她是爹收的关门弟子，程英。哦，原来那个家伙就是外公新收的徒弟啊，难怪身手还不错嘛。什么叫那个家伙呀？论辈分，她是我师妹，你得叫她师叔。我就不要。果儿和他在一起，我就放心了。
郭大侠，祖师爷来了。徒孙陆冠英叩拜祖师爷。程瑶家拜见黄岛主。啊，不必多礼，起来，起来。是。陆庄主，有什么事吗？刚接到襄阳吕大人的飞鸽传书，他说蒙古大军已集结于城门，恐怕不久便要攻城了。没错，所以吕大人还请二位速速赶回襄阳守城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刻动身吧。陆庄主，麻烦你联络各路英雄豪杰，我们一同保卫襄阳。二位放心，我夫妇二人一定义不容辞。蓉儿啊，没想到爹从这么远回来，现在又要分手了。外公，你不跟我们回襄阳啊？外公要去找你那个小师叔，另外也想会会金轮国师。好了，我走了。爹，你自己小心啊。乖啊。师哥。你醒了？哎，姑娘，又是你啊！谢谢，每次都让你来救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。也说不上救你，我恰好路过，见到蒙古和尚甚是横蛮，你又受了伤。谢谢你啊！你良心好，不顾自己的性命去救别人。我碰上了稍稍出了些力，却又算得了什么？我郭伯母对我有养育之恩，她有危险的话，我一定全力而为。只是我跟姑娘你萍水相逢。我不是说你的郭伯母，我是说陆无双妹子，你的媳妇儿。她呀，我叫她媳妇儿是因为她叫我傻蛋，我们俩开玩笑的，当不得真的。哎，对了，无双妹子她还好吗？她还安全吗？多谢你挂怀，她的伤口已然平复，你倒没忘了她。你不用姑娘长姑娘短的叫我，这2日你也不知道叫了我多少声姑姑。啊！这时候改口，只怕也迟了。哎呀，糟糕！我受伤昏迷之际，定是将她错认成姑姑了，说不定还有什么亲昵之言、悦礼之行呢。哎呀，真是糟糕。姑娘，我没对你做过什么吧？没有。你好好休息，过2日便去寻你姑姑。可是去哪里寻呢？凡事不要太担心，用心终究会找得到的。花开花落，无限寂寞，思念太辽阔。谁对谁错，都只是经过。不必执着，别怕蹉跎，好好跟着我。就算粉身于火，也绝。你不用姑娘长姑娘短的叫我，这2日你也不知道叫了我多少声姑姑。啊！这时候改口，只怕也迟了。哎呀，糟糕！我受伤昏迷之际，定是将她错认成姑姑了，说不定还有什么亲昵之言、悦礼之行呢。哎呀，真是糟糕。姑娘，我没对你做过什么吧？没有。你好好休息，过2日便去寻你姑姑。可是去哪里寻呢？凡事不要太担心，用心终究会找得到的。她真的和旁的姑娘不一样。陆无双刁钻活泼，郭芙太骄傲鲁莽，叶绿燕是豪爽不羁，完颜萍是楚楚可怜。至于姑姑，初时冷若冰霜，后来是生死刻骨。只有这位姑娘斯文温雅，殷勤周至。哎，和她相处，一切全是平静祥和啊。
哎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不要问东问西的，安安静静的休息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内伤呢自然会好得快的。我就知道，你连你的样貌都不给我看，肯定不告诉我你的姓名了。我相貌很丑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我就不相信了，不可能。我要像你姑姑一般好看，我干嘛还要戴着面具呢？你怎么知道她好看？哎，你认识我姑姑吗？我没见过。我想你能这么想念她，她自是天下第一美人了。哼，我想念她，并不是因为她是天下第一的美人，而是她待我真的很好。就算她是天底下最丑最丑的女人，我也一样会娶她。我想也是这样，她不但美貌，但你一定好得不得了。哎，你在写什么呀？啊，我在学写字，因为我写的字难看极了。不可能，你的字一定很好看。嘿，奇怪啊，这你怎么又猜得出呢？像你这等俊雅的人品，写出来的字儿自然也很俊雅了。我的字是见不得人的，就像你人品这么好，衣服却穿得破破烂烂的。我一向是这样啦，我衣服呢？哎，你衣服在这儿呢。哦，你放心，我给你洗好了，该补的也补好了。谢谢你啊，我这衣服是我姑姑亲手为我缝的，我不能丢的。我知道。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我出去给你买。不用了，不用那么麻烦了。没关系的，你想吃什么？粽子。粽子？嗯。粽子可是我家乡最出名的。莫非你知道我是谁？啊？我认识你吗？我还是出去给你买粽子吧。哦。你休息一下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？他写既见君子，这君子说我呀，我和他话都没说过几句，他瞧见我有什么可欢喜的呢？再说了，我这么乱七八糟，又有什么君子可言呢？可若不是说我，这里又没有旁人呢，真不明白他怎么想的。我是君子吗？哼，君子。哇！好曲啊！你干嘛无缘无故的戴着面具啊？我说，为什么你每次都戴着面具呢？原来戴着面具真的很过瘾啊！你这人做事还真是出人意料呢。表姐，表姐，啊，我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我正担心你呢。你不知道，我出去。哦，原来这位姑娘是媳妇儿的表姐啊！我们家怎么来了一个男的呀？他谁啊？你是他媳妇儿，你说他是谁啊？啊？难道你连相公都不认识了吗？傻蛋！啊，媳妇儿！媳妇儿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媳妇儿啊！这是你吗？是啊。媳妇儿啊！是啊是啊！你这个大傻蛋，你跑哪儿去了？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啊？我知道我知道。气死我！好了，别闹了，进屋再聊吧。哎呀，上去聊吧。去哪儿了？哎，慢点喝，慢点喝。你说你这么长时间到底跑哪儿去了？自从你上次突然走了，我表姐呢就带我来这里静静养伤。其实呢，我的伤早就好了，但是我气闷不过啊，就跑出去闲逛散心。结果当天呢，碰到2名丐帮的花子，偷听到他们说
大圣关在开什么英雄大会，我便跑去大圣关瞧瞧热闹。结果我刚去，他们这会就散了。我怕表姐记挂，所以就赶着回来啦。结果，嗨！这次多谢你表姐相救，还没请教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。什么姑娘的？哎，你怎么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啊？哎，可能是缘分未到吧。表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干嘛不告诉傻蛋你叫程英啊？嘿嘿，哦，原来姑娘你叫陈英啊。还有啊，我表姐的师傅呢是桃花岛主黄药师。咦，没想到姑娘你年纪轻轻就是桃花岛主的徒弟啦。这还多亏了你。当初要不是你把我卖到妓院，我也不会认识师傅他老人家。你见过他？你忘记了？哎，吃吧，多吃点。哦，记得，你是媳妇的表姐嘛，所以年轻不懂事啊。其实我不明白呢，为什么你要戴着？哦，我说哪里那么别扭呢？原来你们两个都戴着面具啊，干嘛不把它摘下来？嘿，哇，你真的和小时候一样美。表妹你，哎，表姐，怎么还害羞了？奇怪，哎，傻蛋，你说是不是经常跟那个东邪黄药师在一起，人也会变奇怪？啊，不会，媳妇儿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全天下最好看的。真的。我给你拿啊。好，来。谢谢啊，就这些了。慢走啊，随便看看啊。我说，师妹，哎，他去哪儿了？我也没看见，怎么办啊？你去那边追。哦。程姑娘，哎呀，你手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有件新衣服哎，做给谁的？哎呀，给我看看嘛。不好了！大师姑娘打我的手！哎呀，我看到我师姐和李莫愁了。李莫愁？是啊，幸亏我刚才拔腿就跑，但是我猜他们很快就能找到我们。怎么办？李莫愁这个人武功高深莫测，可惜我现在又身负重伤，我们3个人加在一起都打不过他呀。要不然这样，我们现在赶快跑吧。不行，你和杨大哥先走，我留下来对付他。那怎么行呢？那万一李莫愁看到我们俩在一起的话，也会连累傻蛋的。要不然这样，表姐，你们俩先走，其他事情我来应付。哎，不行，还是你们2个先走吧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师父跟他同门师姐妹，按照同门师姐妹的规矩。不可能，他压根不是那样的人，不行。表妹，我怎么能扔下你一个人不管呢？你们先走吧。不行啊，表姐。哎呀，好了，都别吵了，我们3个人共同进退，好不好啊？如果遇到李莫愁的话呢，我们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走。不过李莫愁的武功很高，与其在半路上跟他硬拼的话，倒不如留在这儿，以逸待劳的好。程姑娘说的对啊。是啊。好啊，李莫愁，我们就坐在这里，起，等你。傻蛋，当初我骗李莫愁说这本五毒秘传被丐帮弟子给抢走了吗？万一被他发现，那就糟了。这样，你赶快把书里面所有以毒解毒的方法全都背熟，然后把它烧了啊！哦，好。还有，万一如果你被李莫愁抓住的话，他如果要杀你，你就把这块锦帕拿给他。哎，怎么只有半块啊？哎呀，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赶快收起来吧。哎呀，就当是我托你把它还给李莫愁，好不好？他或许会手下留情。那我要拿你的手帕，赶快收起来啦！哦。哎，你收好了，千万别弄丢了，知道吗？那你赶快背书，我走了。
我送你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了？那个，这件事情别告诉我表姐啊。啊？哎，哎，五毒秘传。杨大哥，哎，为什么是五毒？啊？怎么了？坐。杨大哥，天亮之前，李莫愁一定会找到我们。如果他找到你，你把这条锦帕交给他，或许对你会有一些用处。记住，千万不要跟我表妹说。啊？哦，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喂，这算什么意思啊？何以他二人各自给我半块，何以又叫我交给李莫愁？何以他二人又不欲对方知晓呢？而赠帕之际，那表情，难道就叫做娇羞吗？哎呀呀！傻蛋，你看今晚的月色真美，只可惜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看到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。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吃几回寒暑。欢乐去离别苦，酒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，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。知音向谁去？你们三个乳臭未干，又怎么知道情为何物呢？简直是对牛弹琴。听李师伯这番话，仿佛对男女之情见解颇深。我今天来，不是教你们如何谈情说爱的。小贱人，快把五毒秘传交出来！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五毒秘传已经被丐帮弟子给抢走了。你如果想要的话，去找他们要啊！还想骗我？如果你今天不交出来的话，我就杀了你！哼，丐帮的黄帮主和鲁帮主都是光明磊落的人，怎么可能偷看你那本邪书呢？而且他们已经颁布了命令，令所有的丐帮弟子都不可以偷看这本书。其实呢，这本书就在我这里，拿去吧。哼，算你识相。还有啊，这破手绢也是你的吧？还给你。往事是又有何用？师傅，无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把他们都放了吧。你有什么资格向我求情？我今天就要你们三个死在这里！你有什么资格当人家师傅啊？给你也死，不给你也死。哈，不过呢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？你哪像我那么好啊？我左拥一个，右抱一个，我们三个人在黄泉路上有说有笑，不知道多开心啊！哪像你这个女人啊，没有男人要的，你孤独终老吧。说得好，我们同生共死，死而无憾。好一个死而无憾！可是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？我今天就让你们三个断肠而死！不动，不送你花。傻姑。摇摇摇摇摇摇摇到外婆桥，外婆叫我好宝宝，糖一包，果一包，吃了还有奶一包。小心！好，好。快抓！啊！哦。
仇，你作恶多端，今天我黄药师要替天行道。你笑什么？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。原来鼎鼎大名的黄药师，居然是如此卑鄙之人。李莫愁，你别侮辱我师父。我说错了吗？你们以多欺少，以武敌一。如果黄岛主不怕武林中人耻笑的话，那你就杀吧。哼，林莫愁，你还真是敢口出狂言啊！我杨过今天就陪你1对1，我们单打独斗，我看你怎么说。真可笑，你们一个打完再上一个，趁人之危，是君子所为吗？李莫愁，你不要再废话了，立刻给我滚！师傅，喝茶。师傅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？我听蓉儿说，在英雄大会上有一个金轮国师，武功非常厉害，几乎力压中原群雄，所以我希望有机会会会他。没想到半路上看见李莫愁这个女魔头，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事情发生，所以赶过来看看。黄岛主，幸亏你及时赶到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跟我表姐还有傻蛋，一定会死得很惨的。傻蛋？啊！在下杨过，拜见黄岛主。杨过，原来在英雄大会上力压群雄，3番4次救我的女儿和外孙女的人就是你。好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。师傅，你见过他的？就是。啊！真是难得的缘分呐！小师姑，小师姑，外面好多蟋蟀，陪我去玩。傻姑，快过来见见杨兄弟。她是我徒弟的傻女儿，叫傻姑。从小不清不楚，傻乎乎的。无论我费下多少心血，想让她多识几个字，学几套粗浅武功，却也是万万不能啊。于是，这10多年来，穷治竭虑，创出了3招掌法，让她苦练。没想到，她竟然能敌住李莫愁。啊，那是因为黄岛主的武功实在是高深莫测啊！啊，傻姑啊，幸会啊！有鬼啊！有鬼啊！有鬼！有鬼！傻姑，杨兄弟，不是我害你的，不是我害你，傻姑没有害你，是他们，找他们，师傅有鬼啊！有鬼啊！杨过，你千万别见怪，因为你跟你父亲长得很像，而傻姑又见过你父亲。傻姑，傻姑你别怕，我爹究竟是被谁害死？我不知道，麻烦你告诉我，我爹他究竟……杨大哥，陈丹，杨大哥，陈丹，你快坐下。杨过，你伤得很重。师傅，你快救救他吧！啊！傻蛋。杨过，你醒了。多谢黄岛主救命之恩。老夫不受这些。你知不知道，江湖上那些人是怎么称呼老夫的？叫你桃花岛主了。还有呢？
东邪，不错。我听说你武功不差，心肠也热，行事却也邪得可以。我还听说你想娶你师父为妻，是不是？世人都不让我娶她，但是我杨过拼尽千死万死也要娶到我姑姑。你笑什么？我以为你叫东邪，肯定跟其他的人不太一样，没想到你跟世俗人并无二般呢。说得好，我这番话一定把他给得罪了，但是为何他毫无怒色呢？杨过啊，我听说你反出全真教，殴打师尊，倒也邪得可以。不如你再反出古墓派师门，再拜我为师如何？我为什么要拜你为师啊？你先不认小龙女为师，再娶她为妻，既能名正言顺。你这个方法是不错，但是并不高明。世人都说不能娶自己的师父为妻，这谁定下的规矩啊？我喜欢我姑姑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关他们什么事啊？我就要喜欢我姑姑，他们能拿我怎么着？好，我黄老邪生平最讨厌世俗礼教，做事说话从来都是离经叛道，所以江湖上就送我东邪这个称号。但你这么想，却又比我高出一筹啊！我本想要你传我衣钵的，叫世人知道黄老邪之后又有了一个杨小邪，但是你不肯做我的弟子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其实要传你东邪这个名号的话呢，不一定要我拜你为师才行的。如果你不嫌弃我年纪小、武功尚浅的话，咱们做个朋友也是可以的。真不行的话，结拜为兄弟喽。成为朋友，结拜兄弟，你可真是没大没小。不过，很偷我的脾气。杨兄弟，你我一见如故，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今晚我们喝个痛快，不醉不归。好啊，走，请。人已老，事皆非，花间不饮泪沾衣。如今但欲关门睡，一任梅花作雪飞。老人无负少年欢，闲酒倦吹弹。黄昏又风雨，楼外角声残。刘郎已老，不管桃花依旧笑。万里东风，国破山河照落红。今古是英雄泪，老泪催。长恨夕阳西去，晚朝回。弟子多谢师父。婴儿，你何出此言呢？杨大哥和他的师父相爱，却一直得不到世人的理解。徒儿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却没有办法伸出援手。如今师父你老人家可以摒弃观念，成全他们，徒儿心里高兴。这世上也只有师父这样不遵礼教、一心从人心出发的尊者，才能给饱受摧残的心带来些许安慰。徒儿替杨大哥，谢谢师父。婴儿，你错了。你觉得为师不遵礼教，其实那只是表面的。为师曾经也为礼教所害，
做下一生汉事。即使拥有东邪之名，却无东邪之实。比起这杨兄弟啊，惭愧许多。之所以今日我支持他，不过是支持昔日的我。只可惜啊，昔日的我没有这样的勇气。怎么会呢？你知不知道，你曾经有个师姐叫梅超风？听傻姑偶尔念叨，但从没听师父提起过。不是不提啊，是怕提。提起了，伤心之痛就决堤了。好吧，今晚喝了几口酒，就畅所欲言跟你聊一聊，当作是前车之鉴吧。那是许多年前，我外出去办件事，那里的村民正要除掉一个被狼养大的少女。啊，在哪呢？狼来了，在那边呢，我们快过去！走，打死他！在那边呢，谢谢大侠，把这个妖人擒住，请交给我们带走吧。你们会把他怎么样呢？他是狼养大的，吃了我们好些家畜，我们要杀死他。对，既然是狼养大的，自然不懂人事，杀了他也于事无补，倒不如把他交给我，好好驯服一下，或许会有更大的用处。既然大侠要带走他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但这种兽养大的人是没有人性的，你可千万不要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好心给自己找麻烦。是啊，别给自己找麻烦啊！我呀，就喜欢给自己找麻烦。你可愿跟我回去？不说话就表示默许了。我要收你做徒弟，好好栽培你，可别让我失望。走了。梅若华，你叫梅若华，这个名字不好，不衬你，叫梅超风吧。倔强性格，时辰不早了，该休息了。
这是梅，梅花的梅，也是你的姓。梅。念得好。师傅赏你一块糕点。我生平迷恋武功，从未有过男女的念头，可是不知为什么却对他产生了异样的感觉。我特别不喜欢这种感觉，可又控制不了我自己。梅。师傅，师姐，看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个是欧阳修的词。我记得书上说欧阳修喜欢上他的外甥女，但没法说出口。哎，这是师傅的笔记啊？莫非师傅他对你也……胡说什么？师傅，师傅，我还有功课没做完，我先做功课去了。师傅，乱了，重新说说。走。朝风儿，你今年18了吧？是。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见青丝暮见雪。瞧着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呀，师傅头上的白发一根根多了起来。拔掉。师傅，文才武功千载难逢，是万古云霄一羽毛。你真会说笑话，让师傅开心呢。不过，像今天这样开心的日子也不多了。师傅的武功再高，终究会老。你也一天天长大了，终究要离开师傅的。超风不长大，跟着师傅学武功，一辈子陪在师傅身边。傻孩子。欧阳修的词说得好：“把酒花前欲问君，世间何计可留春？纵使青春留得住，须无情花对有情人。任是花好须落去，自古红颜能得几时心。”你会长大的，朝风。我们的内功练得再强，都斗不过老天爷。老天爷要我们变老，练什么功都没用的。师傅，武功高，超风跟着您练一辈子，服侍您100岁、200岁。谢谢你，你有这样的心就好了。今岁春来须爱惜，难得须知花面不常红。待见酒醒君不见，千片
不随流水，即随风。师傅，超风不随流水，不随风，只学弹指神通。你真会哄师傅。好，明儿起我就把弹指神通的入门武功传授给你。谢谢师傅。师傅，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师傅，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你。我？师傅去外面与人相约论剑，可那些江湖人士说师傅要娶女弟子，这种风言风语你都乱传，快住嘴！师妹，你别听他的，全都给我出去！师傅，师妹，师姐，师傅，叫他们出去，听到了没有？师傅，其实别人说什么不重要，我们自己心里开心就好了。你胡说些什么？连你都这么想我？师傅。你真的那么不开心吗？你是不是说过黄药师要娶你弟子的话？那只不过是江湖传闻。传闻你也敢传？该死！我问你，师傅就不能娶弟子吗？当然不能，这是人伦，对不对？对。去你的人伦！够了！师傅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师傅，我不想让这些人传谣言，我不想师傅难过。可是你做错了，你知道吗？错？我什么地方做错了？是杀了这么多人，还是爱上自己的师傅？你！如果师傅觉得我做错，那尽管杀了我好了。如果当初不是师傅救我，我早就死了。我那时候死，我就什么都不懂，更不懂什么叫爱。